一个家庭啊，如果两口子都能拼命挣钱，那这个家肯定穷不了。两个人不管再忙，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用心养娃，那这个家它就散不了。钱也够花，娃儿也开心，这样的家就是幸福的不得了。恋爱谈得再甜，结了婚还是柴米油盐。真正幸福的家庭，不是过一天算一天，一定是用心经营出来的。我和我媳妇儿结婚15年，在一起22年了，父母安康，儿女双全，小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对家庭经营的理解，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。一，在家庭里，夫妻关系是凌驾于所有关系之上的，你没听错，夫妻问题是优先于父母问题和孩子问题。经营的原因很简单，只要你先把夫妻关系经营好，夫妻同心，什么孩子问题、父母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，就都通通不是问题。二，每个家庭啊都离不开3件事挣钱、家务、带娃。这3件事，夫妻2人必须都要参与，但是一定要达成这个共识啊，那就是要有分工，分工必须明确，同时要分清楚主次关系。管理学里边有个重要的概念，责任除以2等于0。一件事儿2个人都负责，那就相当于没人负责啊。像我们家赚钱以我为主，我媳妇儿打辅助；家务我媳妇儿为主我打辅助；带孩子日常陪伴靠她，集中疏导靠我。一个家庭大部分的事儿都是需要商量着来的，不需要非得谁当家，但是不同的责任还真是要有一个人来说了算。3，学会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去经营婚姻，像合伙人关系一样处理婚姻关系什么叫合伙人？8个大字儿：利益共享，风险共担。后人之间是讲合作、讲配合的，分工明确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大价值。同时呢，要注意，跟公司里的合伙人生意也是一样的。家庭的第一目标是共同利益。很多家庭为什么会经常有矛盾，甚至离婚，各奔东西，就是因为很多婚姻里的个体会以个人情绪、个人利益为第一诉求，而忽略了家其实是一个整体。2口子搭伴过日子，就是你们这一辈子最大的一笔生意。公司赚钱，合伙人都赚钱，公司都破产了，哪个股东能落得下好？4，婚姻和爱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，但这2个概念并不冲突。好的家庭元素里一定有爱情，并且这个爱情和婚前是一样的谈恋爱，爱情都是要谈的。我发现很多家庭里2口子一旦结了婚，他就不再探讨爱情是什么这是个天大的悲哀。人在不同的心智程度下，不同的年龄下，不同的人生阅历下，对爱的理解其实一直都是在发生变化。一定要保持大量的沟通，让你们的爱时刻保持高度共识，这才是一个家庭想要幸福最重要的基石。爸爸爱妈妈，妈妈疼爸爸，这是对孩子最好的安全感教育，没有之一。另外多说一嘴关于爱情，是且仅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没有最好的，只有最合适的。不要被任何人干扰，不要被任何条件束缚。那只要你们夫妻2个人之间能达成共识，那就是婚姻里的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5，如果在家庭里发现有一些共识不好建立，最优解一定是先改变自己，然后通过自我的改变去改善关系，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。我的性格有问题，我优化我的态度有问题，我调整。当然有的时候这些有些人会跳出来说凭什么是我改变，为什么不是他改变？朋友咱可千万别较这个真儿我帮你理性的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况，如果你连改变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你哪儿来的自信去改变另一个人？第二种情况，
如果好的关系需要两个人都做出改变，那么为什么不从改变自己先开始吗？在外边为人处事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怎么回到家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忘了呢？夫妻不分输赢，家里没有对错，互相尊重是家庭幸福的前提。你要记住啊，台阶啊是留给对方的，也是留给自己的，更是留给这个家的。6，时刻关注家庭成员的需求清单。注意啊，这个不只是夫妻之间，而是家庭所有成员之间，包括老人和孩子。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在原生家庭里得到亲密关系的范本，导致他们无法以对方的需求为前提去给予爱和关怀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，但是首先我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。那既然是个体，就会有需求上的不同。有的人喜欢安静，有的人喜欢热闹，那有的人喜欢吃苹果，有的人喜欢吃梨。你要懂得，有些爱如果不达意，在对方那里可能就是负担，甚至可能是伤害。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啊，多留意，多用心去关注对方，理解对方，感受对方，然后好好的爱对方。一个需求被充分满足的家庭，一定是丰衣足食、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家里的经济一定要透明，夫妻之间财务不能设防。一个家庭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管钱，和男女无关，和谁说了算无关，只和谁擅长有关。一家公司里负责管钱的，那可是个专业的岗位，这会计，你要想明白，这活儿它是个专业，守住钱袋子非常重要。理财也好，经营也罢，家庭的进账、开销、保险、储蓄，你想要细致的、有规划的把这些东西处理好，那都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持续精进的。咱们前面不是讲过配合了吗？家庭财务的这个分工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之一。8，对待双方的父母啊，一碗水一定要端平，不要有差别待遇。从结婚的那天开始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双父母，对方的爸妈就是你的爸妈。关于相处上，这事儿不需要有任何技巧，你对自己父母啥样，你就对对方的父母啥样，不需要刻意的处理。在父母眼里，咱们都是孩子，你的状态爸妈都是能感受得到的。这个世界谁都不傻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拿真心换真心就是最好的相处之道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成家以后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个人建议，哪怕是住在一个小区里，也尽量不要和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。一家人，那也是3代人，3段成长的年代，必然塑造3代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空间上的区隔是减少家庭冲突最好的选择。9，家里一定要有规矩，有规矩的自由叫活泼，没有规矩的自由那叫放肆。真正的家教不只针对于孩子，全家老少啊大小都要遵守。父母对家教的尊重，无形之中就会教会孩子为人处事的道理。家教好，全家的生活都会好。同时，父母2个人，夫妻2个人里边，必须至少有一个人保持终生学习，并且能够经常的跟对方和孩子分享信息。一家人每天多说说话，不要一回家就各玩各的，这样你就能时刻更新整个家庭的认知，可以更好的让家庭和社会保持同步，不至于脱节。你的家里就会更和睦，孩子也会更上进。一不小心巴拉巴拉说了这么多，做个总结吧。经营之道的本质就是经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经营之道的核心就是人心的经营。多花点心思经营家庭，自然就会拥有
精英家庭。感谢您这么有耐心看到这里，祝各位家庭美满，阖家安康。